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秋天是南瓜最好吃的季节，每年到这个季节，我都会用南瓜做各式各样的美食。比如说，我前几天做了南瓜无水蛋糕，还有南瓜发糕等。视频刚刚发布不久，老铁朋友就在下面留言说：“于姐，你能不能做一个南瓜馒头？”好，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安排。提起来南瓜馒头啊，掌握不住技巧，还真的是不容易蒸哦。因为南瓜含水含糖特别的高，和面的时候总是粘手不成形。做好的馒头不是硬邦邦的发不起来，就是粘牙不爽口，就像没蒸熟了一样。今天于姐就把技巧和详细步骤一步一步的分享给大家，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南瓜去皮之后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块不要切得太小了，这个味儿啊它就会跑掉。假如说你要是真的吃的话，你就用这一整块给它蒸掉，这样的话更加香甜。切好之后给它放入蒸锅里面，接下来锅里面加上适量的清水，放上我们的南瓜，开大火蒸20分钟，蒸至南瓜软烂就可以了。蒸至像这样子，从外面就看到开花了，裂缝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南瓜蒸好以后，我们给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盆子里面。南瓜梨是500克，然后再加上200克的清水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喜欢吃糖的，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白糖。加白糖呢，能压住南瓜的腥味，而且还可以增香。但是我今天没有加，因为我们家小孙女正在犯牙，必须给它搅拌均匀。等它这个温度啊，用手摸起来有一点温温的，就像皮糊那样的温度。接下来我们再加上耐高糖酵母。耐高糖酵母具有普通酵母的功能，并且里面有甜的，比如说我们做南瓜馒头啊，它是里面含糖，或者是我们里面加很多的糖，就用这个酵母，一点不影响起花。1斤面粉我们呢加5克，加完了以后，我们继续给它搅拌均匀，使酵母融化。融化了以后能激活它快速发酵。然后我们再加上普通面粉，这个具体加多少面粉呢？因为这不是水，也不是固定的，面粉是少量多次的加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搅拌至有一点的干干的面絮就可以了。因为和这个面必须要和硬一点，太软了蒸出来的馒头粘口，感觉就像没熟一样。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面粉，因为这个南瓜泥啊水分特别的大，你感觉拌得很干了，然后搅和你感觉这水分又出来了，所以呢你要多搅一会儿，搅拌至像这样的大面絮，没有干面粉了，然后下手开始揉面，这样呢很快就可以把它揉成团儿。我今天和的面呢是1斤的南瓜泥，200克水，加了10克的酵母，2斤的面粉。南瓜梨的水分不同哈，这个面粉呢不是固定的，随时可以添加，多点少点都无所谓哈。关键是你要计算你的面粉和酵母是对称的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揉至没干面粉了就可以了啊。待会儿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和面法，然后我们给它放在案板上，就像这样往前推，把这个面啊全部推散，像这样大家能看见吗？像这样子，像里面有南瓜颗粒啊。假如说你做老面馒头加碱面，要想快速的把它搓均匀，你就像这样给它推出去，把面筋直接给它扯断，像这样再给它拉回来，这样又不起筋，而且做出来馒头特别松软。一会儿的时间，它就可以把面啊给它融合的特别的均匀，也特别的细腻。你要是这样揉的话，揉过1分钟它就会起筋，表面呢它就会断裂。你越揉它表面越不光，因为它表面它容易断裂。你就像这样子给它推出去，再给它拉出来，每次推的时候
就把面筋给它扯断，像这样做出来馒头特别松软，里面的面疙瘩像这样三推两不推的，很快就可以给它揉的光滑又细腻。给它揉至光滑细腻以后，现在随便给它整理一下就可以。我们给它放在盆子里面，然后盖住保鲜膜，醒发至2倍大。好，经过20分钟的醒发，我们这边呢天气呢也很暖和，醒发的至2倍大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蜂窝状特别的丰富，像这样子都可以了。要给它进行揉搓排气，随便给它排一排就可以哈。这一次不是需要揉的太时间长，随便排一排，然后就给它搓成长条儿。因为等一会儿啊，我们给它切成大小均匀小剂子以后，还要进行给它揉搓成馒头形，所以呢，我们随便给它揉一揉就可以了。揉成长条之后，我们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用掌根像这样子，一个手揉，一个手呢往上托，像这样一团，团好了，像这样，我们一个馒头就做好了。馒头揉好之后，均匀的给它摆放在容器里，然后给它盖住盖子，醒发20分钟。趁着2次洗馒头的时间，我们呢把锅里加适量的清水，盖住盖子，先用大火把水煮开。馒头用手轻轻一按有回弹，拿起来就像气球一样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醒发的时间不能过长，时间醒发长了，在开盖的一瞬间，它立马就会回缩。好，我们的水已经烧开了。水开以后，我们开始上锅蒸馒头，大火蒸2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先关火，焖个2至3分钟左右，避免热馒头遇到冷空气，它会立马回缩。好，又焖了2分钟，开盖儿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馒头真的是太暄软了。蜂窝组织特别的丰富，非常的暄软哦。馒头出锅以后，立马给它放在一个上下通风的地方，以免互相粘连。按我这种方法蒸的馒头，蓬松暄软，味道香甜，还不塌陷，吃起来特别的爽口，还不粘牙。像这样比面包还软的馒头，这样的馒头谁不想吃啊？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